人在梦里被龙王侵犯了身子，可没想到第2天竟然怀孕了，而且肚子一天比一天大，眼看着就要生了。村民得知此事都说女人是被龙王选中的人，要活祭，否则等孩子一出生就会给村子带来厄运。就这样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女人被推进了滚滚黄河之中。可谁也没想到的是，就在第3天，女人又从黄河里爬了出来，而且手里面还抱着一个哇哇大哭的孩子。她拼尽全力来到岸边，把我托付给了一个陌生的女人。龙吃狮子，9年必死，请你务必护我儿子。说完，我妈已经没有了力气，被滚滚黄河水直接冲走了，死无全尸。都说虎毒不食子，可相传龙无情，却会吃了自己私生子，以求道行提升。我妈是被活祭，换句话说就是被龙王给强上了。这名不正言不顺的，自然是怀了龙王的私生子。我必死在自己亲生父亲的龙口之下，所以母亲拼了命的逃出黄河，并把我托付给了一个女人。女人回到家后就收我为徒，而且还把我是龙子的事情宣告天下。相传得龙子者，事业飞黄腾达，一飞冲天。可我师父有个要求，必须是凤年凤月凤日出生，也就是凤命的女人才可得到我，而且是越多越好，以多凤对一龙，这才可能护我性命。当天晚上，我们村子车水马龙，来了几百个人，都是想要我的人。我师父作为算命师，一番看相，当天就多多益善的给我找了18个拥有凤命的女孩，她们都只有3岁，还十分懵懂。我师父把我手指割破，让她们每个人都喝了我的1滴龙血，然后晚上我和18个女孩按照流程拜堂成亲了。当晚她们都全部围着我睡觉，那一晚电闪雷鸣，狂风大作，下了100年一遇的暴雨，那黄河翻滚犹如活过来一样，带着冷漠的龙吟声。但是有18个拥有凤命的女孩护我，屁事没有。第2天一早，我师父就把这18个女孩给打发走了，告诉她们从今天开始，她们必定会成为各行各业的佼佼者。不过好运只能维持18年，事实也的确是这样。18个和我结婚的人，他们当中最快一个，当天回去的路上，只是在路边随意撒了泡尿，居然就在泥巴里冲出一块狗头金，直接发了大财。最迟的那个，也在3个月后随意机选买彩票，就中了500万的大奖。而我师父告诉我，有着18凤女护我，可让我平安活到18岁，而且在这之前，我必须学会她全部的本事。另外，每1年我必须在一个女孩家住，住完1年换下一家，一凤只能护我1年，18凤女可护我18年。然后等我18岁后，可以在18个女孩里真正的找一个做老婆。另外，我师父告诫我，在此之前我必须装瞎子，因为我绝对不可能见龙，就算见到龙王也不能认，装瞎会蒙混过关，这也叫自遮掩。这是师父教给我的保命之法。就这样，我2、3岁的时候就跟着师父在陌生女孩家里住，然后过年那天就换另外一家，这样周而复始。我还真避开了龙王的追杀。可直到我懂事了，才知道我和我师父原来是多么受人嫌弃。这18个女孩先后都发家致富，是一夜暴富的跻身上流社会的人，她们从骨子里看不起低她们一等的穷人了。可以说我是在别人的白眼里长大的，但还好我并没有辜负师父的期望。我这些年几乎学到了师父的全部的算命之术，但是师父严禁我给别人看相算命，因为这样会暴露我不是瞎子的事情，会把要吃我的龙王给招来。我明明有本事，却不能表露出来一点，那种憋屈感已经伴随我整整10多年。直到我即将18岁的时候，住进了最后一个女孩的家，她叫林婉，家里做了房地产的，而且她本人也已经成了大明星。她还堂而皇之的有了一个富2代的男朋友，每天还故意在我面前秀恩爱，因为她知道我是瞎子，以为我看不到。甚至有一晚，他们为了寻找刺激，在我面前故意亲热，我就这么眼睁睁的度过了这辈子最煎熬、最难受的28秒。眼看即将要到18凤女护我的最后1年，我要想继续活下去，今晚必须找人结婚。我师父在过年当天就急匆匆的带我回了家，然后给我布置了拜堂用的蜡烛和洞房，我还穿上了喜庆的红色衣服。可我忐忑不安，甚至很绝望。我这18年来已经看够了他们的嫌弃嘴脸了，所以我根本不相信他们中间有人会愿意和我结婚。一旦没人愿意，那我今晚都必死无疑了。此时师父严肃的告诫我，听着，我现在就去把他们18个都叫过来，你就从他们中间选一个你喜欢的。可是师父，我选了他们会愿意吗？谁不愿意谁会终身后悔。我师父冷笑一声，另外，如果他们真不愿意，那你就亲自取回留在他们体内的龙血，因为他们不配拥有。怎么取？我不明所以，可师父却没有详细的说明，只告诉我一定要活取，你只要记住就行了。我下意识点头，随即师父又犹豫了一下，最终拿了一个锦囊出来，为了以防万一，如果他们真一个都不愿意，那你就把这个锦囊打开，也许能够保你一命。不过你别嫌弃师父我，嫌弃他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可说完，我师父就出去了，而我攥着锦囊一个人在家焦急的等到了晚上，这才陆陆续续的看到18辆豪车往这边开了过来，车门打开，下来18个美女，个个都是大长腿。而经过我的筛选，我最终把目光看向了其中2个女孩，一个叫王程程，她脸上有气，应该学了一点道术；另外一个叫钟婷，面相上就是旺夫的类型，所以我想从她们2个中间选择一个做老婆。不过就在我一厢情愿选择的时候，林婉儿眼珠子一转，突然夸奖起钟婷了：“婷姐，你这腿可真长啊，正好可以给龙18那个残废当管账，要不你嫁给他吧？”哈哈哈，长腿配瞎子，这简直就是绝配啊！恭喜啊！其他16个女人也跟着幸灾乐祸起来。然而就在我心如死灰的时候，一个声音点燃了我的希望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在场的所有人小时候可都是和龙18拜堂过的，他真要选择和我们其中一个结婚，那也是龙18他的权利啊！说话的正是我刚才默默看中的王程程，还有你们现在的富贵都是因为他的龙血。话落，他就在众人
惊恐的目光中拉起了我的手，走进了屋子里，准备和我拜堂成亲。其他女的都惊了，你疯了？他就是一个瞎子，你嫁给他，管他呢？他要嫁给一个瞎子，往后有他好受的，我简直都要感动哭了。这是从地狱一下子来到了天堂啊！我今天不用死了。可就在我认定她作为老婆的时候，我看到王程程原本甜甜的脸蛋突然露出一丝嫌弃的狡黠。18哥哥，来，我现在就跟你成亲拜堂。他说着，居然从背包里拿出了一只贴着符箓的母鸡出来。他这是当我真瞎看不到，让我和一只母鸡拜堂成亲入洞房啊！我万万没想到是我刚才看走眼了。这个王程程比小时候更狠更坏，这是结处婚。一旦我真的和这只鸡拜堂了，那么按照一夫一妻制来说，我就不可能再和他们18个之中的任何一个结婚了。他这是早有预谋的要诚心的害死我呀！难道我在他眼里连一只鸡都不如？一种屈辱感瞬间让我心中愤怒而冰凉。不过他这点伎俩在我眼中压根就是小儿科，完全就是班门弄斧。这种符箓控制母鸡的道术简直是太容易被破了。我不经意的用手指对着母鸡一点，顿时一丝阳气从我手指射出，一下子就打在了母鸡头上。母鸡顿时张开翅膀，咯吱咯吱的乱叫扑腾起来，也吓了王程程一跳，把他一下子弄得手忙脚乱。哪来的鸡叫？我心中冷笑，表面上顺势疑惑的问了一句：18哥，你听错了，没有鸡叫。王程程急忙捂住了母鸡，可我刚才那一下把这母鸡给打痛了，他扑腾着就挣脱了王程程的束缚，咯咯咯的跑远了。王程程气得直跺脚，神色也很疑惑，似乎不明白刚才还好端端的母鸡怎么会突然暴走了。见状，我顺势抓住他的手腕，那我们进去拜堂吧。王程程顿时慌张了，龙18，你给我放手，谁要和你一个瞎子进去拜堂成亲啊？突然的变故让看热闹的林婉儿和刘雯雯他们都很意外了。我装作很惊讶，王程程，你刚才不是说要嫁给我的吗？王程程一脸戏谑盯着我，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想要我嫁给你？好，你先跪下来求我。跪下来这3个字犹如一巴掌狠狠地打在了我脸上，我直挺着身体，怎可跪下？其他17个女的好像女王一样，跪啊！你这个贱骨头，你不是让我们嫁给你，跪下我们就嫁给你。听到这我心头震怒，原本我还想他和我结婚之后，以我的龙子的身份可以让他家更加顺风顺水，可现在他这番话算是直接拒绝了往后无尽的财富。王程程，你别忘记了，没有我的龙血，你们能有今天？一旦我要是死了，你们就等着家道中落，家破人亡吧。既然已经撕破脸皮了，我也不客气起来。王程程听后冷笑一声，不以为然，你别唬我，我王家现在已经资产上亿了，想要我们家家道中落，那得多难。所谓因果循环，你说的没错，没有你的龙血，我们是都没有今天。那我现在把你的龙血还给你，不就可以了却这段因果了？话落，王程程信誓旦旦地从他包里拿出一个袋子，嫌弃的直接丢在了我身上。我下意识低头一看，只见袋子里装着一片带血的7度空间，我被当头棒喝，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我当初给他们的可是可以转运的珍贵龙血，不是你们排泄的姨妈血。一种无尽的屈辱感让我瞬间要被气炸了。我的也还给你，整天龙血龙血龙血了不起啊！你以为我想要啊？其他17个女的纷纷从包里面把早就装好的7度空间给拿了出来，她们冷笑一声，一窝蜂的全部砸在我身上。闻到那刺鼻的血腥味，我眼眶不争气的流出了卑微的眼泪。龙18，你还傻站着干什么？把你的龙血收起来呀！他可是瞎子，看不到啊！哈哈哈！他们哄堂大笑。但就在这时，我发现他们的印堂位置已经开始发暗了，这是要开始走霉运的征兆。恐怕今晚不只是我活不过，他们也和我一样，命快到了尽头。这时候我下意识抬头一看，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，黑漆漆的天空上已经乌云密布了。莫非龙王知道没有凤女愿意嫁给我，所以要过来吃了我？想到这，我连忙拿出了师傅给的锦囊，或许里面还有一丝生机。而打开锦囊一看，里面居然是一张红色的纸，上面居然是一张婚书，一边是我的生辰八字，而另外一边居然也是一个奉命的生辰八字。可我有点懵了，因为如果我没看错，也没记错的话，这个生辰八字好像是我师傅的呀。而就在我呆滞的时候，王程程幸灾乐祸地走了过来，在我耳边道：“我已经看到你的婚书了，是和你师傅对不对？我告诉你一个我学道术之后的秘密，你师傅他可不是人哦。我祝你冥婚快乐，再见。”王程程丢下一句诅咒，压根不想再多待1秒，转身就要走。其他17个女孩也纷纷就要上车离开。也就在这时，师傅出现了：“慢着，江大师，你还有事。龙18都已经找到老婆了，就别再祸害我们了吧。”老婆2个字，他还特意提高了音量。他的死活现在和我们没有关系。其他女人表情也十分不爽。我师傅指着地上带血的袋子痛斥道：“把你们的垃圾通通带走，用姨妈血充当珍贵的龙血，你们是有多缺德？”王程程气得面红耳赤，其他女人也脸都羞红了。毕竟这可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，她们碍于我师傅的威严，只能灰头土脸的过来，自己都嫌弃的捡起属于自己的袋子。滚吧！我师傅摆手，他们这才灰溜溜的离开。我并没有阻止，只是冷冷的看着他们，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已经命宫黑暗，这已经是有大凶之兆了。而就在他们走后，天空突然一道惊雷打了下来，接下来就是狂风大作，只是一瞬间，眼前就好像瀑布一样下起了大雨。见状，我心中一惊，这是龙王要来了吗？我师傅双眼微眯，露出凝重，看来是我猜对了。他立马拉着我往屋子里跑，然后严肃地对我说：“别慌，我们2个现在就拜堂成亲。”我直接愣住了，让我和师傅拜堂成亲，可是他是我师傅啊，想什么呢？要想我以奉命护你1年，你我就必须要拜堂成亲。话落，他便快速地换上了新娘的衣服。此刻的他高挑的身材之下，居然显得那么惊艳。他看着我愣神的样子，他首先跪下来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还
不快跪下！我哦了一声，急忙跑了过去，一拜天地。我师傅说着已经开始磕头了，却见我依旧没动。你今天怎么回事？嫌弃我年纪大吗？我师傅平静地问。我摇头，只是有点不敢相信。放心，我们只是走走形式，1年后你直接休了我就行了。我师傅继续磕头，而我愣愣的依旧没动。我师傅眼神复杂起来，你是嫌弃我不是人？我摇头，不是的。你什么时候知道我不是人的？小时候靠着你大腿睡觉的时候特别冰凉，我就觉得奇怪。有一次我还看到你在太阳下没有影子就知道了。我平静说道，你那时候都不怕我？不怕。我摇头，为什么？因为没有师傅我的命早就没了。那你是人是鬼又有什么关系？我师傅眼眸微愣，闪烁过一丝欣慰，随即我主动磕头。随着3拜之后，我和我师傅的成亲仪式就算是完成了。不过说来也奇怪，仪式刚一完成，我就有种心中安定的感觉。看来我师傅已经开始用他的奉命来护住我。我师傅站起来了，给一滴你的龙血给我。我回过神来，急忙咬破自己的手指。我师傅见状直接走过来，把我的手指塞进他嘴里。我浑身一震，这动作太暧昧了。可就在我胡思乱想之际，天空中的雷电又开始咆哮起来，甚至我隐约还听到了龙鸣的声音。我浑身汗毛都竖起来了。果然只拜堂是不管用的。我师傅喃喃自语了一声，随即严肃道，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和我进洞房？我呀了一声，难以置信，难道真的要和师傅洞房？我犹豫半天，还是走了过去，心里面争斗了半天，才敢伸出颤抖的双手，往我师傅盈盈一握的细腰搂去。可刚想有下一步动作的时候，师傅轻声说道，我有夫君的。听到这我浑身一震，满脸震惊。我知道我师傅是鬼，但不知道他到底死了多久了，更加不知道他竟然在生前结婚过。气氛越发尴尬，有种和师傅在偷情的感觉了。师傅我不介意。眼看尴尬更重，我鬼使神差的说出了这种缓解气氛的话，今天和你结婚，我已经违背了3从4德，已经给我夫君蒙羞了，我绝对不能再做对不起我夫君的事。他眼神更加坚定，甚至后退了几步，和我保持应有的距离。可外面依旧电闪雷鸣，甚至恐怖的龙吟声越来越大，让人心惊胆战。好在今日我已经可以用奉命护你了，但是我并没有和你龙凤结合，导致龙王还是会在今晚过来取你性命。18都是我的错，对不起，我真做不到。我急忙摇头，师傅你别这么说，你能和我结婚已经对我仁至义尽了，这不是我师傅的错，是我那个狠心龙王爸的错。我师傅沉默下来后走出了房间，等他进来的时候拿了一个和我一模一样的纸人进来，这栩栩如生的模样把我都吓了一跳。我师傅吹出一口气，这纸人有了新郎符，又和我一样，这看上去还真和真人一般了。此刻一口气吹出，更加的活灵活现，让我都有一种看到双胞胎的感觉。只是我师傅这口气吹出来，脸色就苍白了很多，很快坚持不住化为了一道白气，然后变成一块白色的古朴玉佩。你虽说不是把我8抬大轿明媒正娶进门，可在这1年之内，3从4德我依旧会遵守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我会一直跟着你，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可以做什么，而且我尽量不在外人面前出现。只是1年之后，你一定得写休书休了我。我点头嗯了一声，那还不带我离开？我师傅的声音从玉佩里传了出来，我回过神来，耳边是外面恐怖的龙吟声。我急忙轻轻地拿住了玉佩，问我师傅去哪里。按照这些年18奉护你的规矩，今年1年你得待在我家，这样我才能护你。我在市区有个店，先去那边。我点头，把玉佩放进口袋里，然后简单的收拾了一下，快速冒雨跑了出去。没过多久，我就听到了一声龙王的怒吼声，随即就是轰的一声。我下意识转头一看，远处火光冲天，我师傅的家没了，龙王真的出现了。一股无法形容的压迫感瞬间席卷而来。刚才如果不跑，我将必死无疑。我以为我像狗一样的已经躲避了18年了，这些年来东躲西藏，寄人篱下，今天是一切苦日子的结束之日。可现在看来，如今到我19岁了，却还要继续躲藏的生活。19岁如果顺利活下来了，那20岁、21岁、22岁呢？难道我往后每年都要找一个奉命的女人结婚才能继续活下去？要是活到60岁，就要找60个凤女结婚；活到80岁，就要找80个凤女结婚。要想结束这种东躲西藏的日子，唯有灭了龙王。我师傅的声音响起，我目光如炬，我不要一辈子都活在他的阴影和追杀之下。我龙18不要躲躲藏藏，不要再寄人篱下，我这辈子要活得光明正大。师傅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2个要相依为命了。我们2个不一直都是相依为命的吗？我师傅说道。从今天开始，白天你是我徒弟，晚上你是我夫君。师傅这话把我说愣了。白天是他徒弟，很好理解，可晚上是他夫君，这话什么意思？好像有点刺激。难道说晚上他现在突然默许我可以和他洞房，白天就不允许了吗？胡思乱想之际，我坐车到了师傅开的店铺门口，进去后简单的收拾了一下就住下了。为了生存，我索性就把算卦的招牌给拿了出去。可就在我准备睡觉的时候，我师傅就说有生意上门了。我神色一动，立马坐了起来。不过我师傅接着说，上门的是王程程。我顿时火冒三丈，不过我心中冷笑，昨晚我就看到他们18个女人要出事，显然王程程已经感觉到了危险了，看来该我报复的机会来了。这时我师傅一翻手，手里面就好像变戏法一样的变出一个人皮面具出来。别忘了，昨晚你已经死了。是的，我不能暴露自己，不然昨晚金蝉脱壳可就白做了。我也没犹豫的直接戴上了。很快一脸慌张的王程程就跑进了店里。李大师救命啊！看到他这么慌张的样子，我心中别提多爽了。我师傅坐在垂帘后，而我果断的走了出来。王程程只是往我身上扫视了一眼，有那么一点疑惑，自然是没认出我来。因为有垂帘的原因，所以他也没认出师傅来。我从昨晚开始就感觉好像被人给盯上了。求李大师
师给我算算，我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背信弃义，如今已经死到临头了。他的声音变化了一点，很粗犷。王程程脸都吓白了，根本无法接受。他眼珠子转了转，似乎终于想到了我。他急忙道：“李大师是这样的，我爸妈被人蒙骗了，让我和一个臭瞎子稀里糊涂的有了婚约。昨天那个臭瞎子居然还非要我按照婚约嫁给他，我当然不愿意啊！要知道我可是受害者呀，该不会是因为这件事才让我大难临头？”听到这种话，我火冒三丈。对，我师父声音冷漠了一分：“龙18，你他妈就是一个害人精，你死了都不放过我是吗？”王程程立马红着脸咒骂，只是他很快脸又白了。那应该怎么办呢？李大师，你就救我呀！真要我救你？好啊，那你现在去陪我徒弟睡一觉，睡完了我就救你。王程程傻眼了，别说他傻眼，就连我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。照理说我和我师父结婚了，他遵守妇道，我也得遵守男道啊。他怎么还给我谋福利？这是要弄哪出？李大师，你别这样啊，我都不认识他，怎么和他睡觉啊？王程程惊慌失落，不睡就算了，我又没勉强你，你现在可以走。垂帘后，我师父摇摇头，王程程目光下意识看着我，眼神十分纠结，然后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王程程哭着就朝我跑了过来，拉着我的手就往内堂跑。他选择了妥协，用睡觉来救他自己，而我一动不动。王程程急得直跺脚，师父你这么做是干啥？我压低声音，实在是不理解，在我们那个年代，3妻4妾是标配，我作为正室是必须要给夫君亲自挑选小妾偏房的。我现在只是在做我应该做的事情。去吧，今晚本来你就应该洞房的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王程程就用力的把我拉进了内堂，开始拼命的脱我的衣服。我不认识你，你也不认识我，我们两个今天睡了也是逼不得已，明天就会过去。我完全没想到他会说出这样的话，要知道他情愿和我这个陌生人睡觉，都不愿意嫁给我。王程程说着就流着眼泪开始亲我，我一把推开了他，只觉得恶心。王程程急得不行，眼泪直流，立马又主动凑了过来。我心中冷笑说道：“我有残疾，残疾没关系，我不介意的。”王程程想都没想的就说：“我心寒，一个不认识的陌生人有残疾他都不介意，还愿意睡觉到我这边，我装瞎成残疾他就介意了。”我冷笑一声，双眼死死盯着他：“你先跪下和我说话。”他曾经对我的侮辱、嫌弃、白眼，我现在要10倍拿回来。王程程震惊了，他眼含热泪，扑通一声就跪在我的面前了。看来怕死的人是真听话，我是不是哪里得罪过你？你要这么对我？王程程哽咽说：“现在把你的衣服脱了，一件一件的脱。”我冷峻起来，拿出了手机并打开了录像，我要把上次他让我和鸡拜堂的尊严拿回来。王程程彻底呆住了，他眼泪流得泪雨梨花，带着他的屈辱，最终闭上眼睛，慢慢的把他的衣服给一件件的脱了下来。当他脱到了最后的衣服的时候，他咬着嘴唇：“你会不会把视频传到网上去？你管我呢？脱！”我训斥一声，滴答，王程程珍珠一样的泪水掉落在了地上。看着王程程面如死灰的样子，他已经到了自尊心承受的极限了。我关闭了录像，懒得再看他一眼，直接走了出去。王程程一把抱住我的腿：“我求求你，你千万别把视频上传到网上，那样你会毁了我的。你管我上传不上传？有视频不和网友分享，难道事后火葬场？我现在马上就发群里。”话落便走了出去。我师父看我走出来，目光有那么一丝惊讶，是不是太紧张了？照理说你面向上看，不应该这么快的呀，要不要我帮你们一下？我顿时涨红了脸，急忙摇头说我没有碰他。我师父一怔，没碰他，是嫌弃我给你选择的小妾不好吗？我摇头说当然不是了。我师父重新看了我一眼，那你打算怎么拿回他体内的龙血？我这才恍然明白过来，原来师父刚才的意思是让我取回龙血啊，只是我实在无法接受这种方法。想了一下后问我能不能硬抢，师父说到最好是他们自愿。闻言我无语了都，可我要是被他们逼上绝路，那我就要直接抢了。这时候王程程红着眼睛从里面走出来，低头不说话，失魂落魄，被人拒绝就哭了。你拒绝别人的时候，别人是不是也要哭？师父看了他一眼，王程程一脸茫然，你最近这3天就先待在我这里。师父说出了让我无奈的话，不过也只能这样了，不然这3天之内如果出事，那就麻烦了。王程程一听顿时喜极而泣，真的吗？那谢谢李大师，睡的地方随便，不过仅限于地上。我师父说完就转身回房间里了。王程程似乎刚才被我吓坏了，躲我躲得远远的。当我走进房间时，竟看到师父他正在为我铺好床。师父见我进来了，问道：“需要我暖床吗？”我回过神来，急忙摇头：“师父，你别对我这么好。”师父却是显得十分平静：“这是我做妻子应该做的，过来睡。”我只好过去僵硬的躺下。师父走过来还帮我盖好被子，我连忙说我有手，这和有手没手没关系，我那个年代妻子都会这么做，有事就叫我。师父说完就重新变化成了一块玉佩，望着店里唯一的房间，我心中有些无奈，这到底算不算夫妻同居呢？这娶老婆和没娶老婆好像区别不大呀。我只能默默的独自睡觉，而王程程还真就找了一个墙角，老老实实的躺在地上睡着了，脸上依旧还有泪痕。第二天一早，我精神抖擞的把门打开，希望今天生意兴隆，毕竟长久没生意，那我和师父怎么度过这一年？我吃完早餐没几分钟，一个30多岁穿着职业装的女人就走了进来，我一眼就看出她命宫的位置十分暗沉，甚至还带着几分阴气，这多半是撞邪了。女人询问李大师在不在，我平静说道：“我是他徒弟，有什么事跟我说，我不是找你，我是来找李大师的。你要知道，一般的人压根就解决不了我们公司的问题。”女人摇了摇头，十分的不信任我。我直接开门见山的回了一句：“你们公司撞邪的事情并不是多大的事，不用麻烦我师傅了，我可以解决。”女人闻言神色微变，脸色缓和了几分。我还没说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也会看相？我点了点头。女人犹豫了一下，无奈说道：“那好吧，你赶紧跟我走，事情有点紧急。”我点点头，甚至有点兴奋，因为我跟着我师傅学了这么多年，都没有施展本事的机会，今天终于可以大展拳脚了。我进屋收拾了一点东西，却发现师傅正看着
看着我，在我们那个年代，夫君出门办事，作为妻子，我会在家等你。我嗯了一声，看了还在墙角睡觉的王程程一眼，我跟着女人出去。正当我打开车门要坐进去的时候，一阵香风就吹了进来，就见王程程也挤进来了。你干什么？我十分不爽道。王程程看了我一眼，小声说他害怕想跟着，我想要把他轰下去，只可惜女人已经开车了。在路上一番询问，才得知这女人叫刘洋洋，是皇城集团的经理，还说他们公司最近一个在黄河边的项目出现了问题。一听这话，我心中一凛，要知道我那个狠心爸可就是黄河龙王啊。刘洋洋接着说道，我们公司最近在那边打算弄一个新的观景台，所以昨天在黄河边上打地基的时候出现了问题，居然挖出了一口棺材。当时工人们都没当一回事，不过1个小时不到就接连死了5、6个人了。到我刚过来的时候，已经是死了19个了。我心中微惊，这么邪门，我急忙问道，棺材你们怎么处理的？还没处理，没人敢处理啊。那我知道了，直接带我过去就行了。我没多问了，看来我的第一件事就有点棘手。等到了地方，刘洋洋叫我的时候，我才回过神来。我下车的地方不远处就是黄河边，湍急的河水声十分惊人。附近的确是工地，还有不少挖掘机，不过都是在停止工作的状态，而且已经被封锁了。四周也十分诡异，隐约在空气里还有一种难闻的腥臭味。我心中担忧，等会龙王可别突然出来了。王程程还有点害怕，估计是后悔跟着过来了。我懒得理他，只希望他不要给我捣乱就行了。林大师，我来先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公司的总裁刘总。刘洋洋带路说话的时候，手指了过去，我下意识看了过去，就看到了一个穿着职业装的大长腿，正脸色铁青的看着一口大棺材。我神色骤变，这不是18的女人之中的刘雯雯吗？她居然是我这单生意的雇主，这可真是冤家路窄了。她家也开始走霉运了。只是我心中疑惑不已，毕竟我前天就看出她面相不对劲了，只是没想到她本人居然还一点事也没有，这就太奇怪了。刘雯雯听到了介绍，她目光朝我看了过来，眉头一皱，她是李大师。李大师不是个女的吗？看来这个我戴的人皮面具彻底让我换了一张面孔了。她压根和王程程一样也没认出我，她是李大师的徒弟。林大师，刘洋洋紧忙介绍道，我让你请的是李大师，不是请他徒弟，你是不是不想干了？不想干就收拾东西滚蛋。刘雯雯立马就翻脸了，满脸冷漠。刘洋洋顿时脸色苍白，吓得低头不敢回话。现在去叫人给我弄黑狗血、朱砂还有笔纸过来，另外还有香。我直接走了过去，趁着大中午的，可以快点解决这棺材的事情，不然拖到了晚上那可就麻烦了。刘雯雯盯着我，好像女王一样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一个小学徒就敢在我面前班门弄斧，去把你师傅请过来。我看了一眼刘雯雯，冷冷说道，棺材靠水，吸阴又吸鬼，你要是还想死人，那就别耽误时间了，快点。刘雯雯愣住了，似乎她做老板这么久，还没人敢对她这么说话。她盯着我几秒钟，估计是被我专业的话给镇住了。她开始吩咐刘洋洋去按照我说的办。我走到棺材旁边，开始仔细的打量着。这棺材十分大，并不是普通的木棺，明明上面污水淤泥遍布，却依旧可以看出棺材通体是诡异的血红。这时刚好一阵阴风吹过，顿时让我感觉汗毛直立。这棺材要是不赶紧处理完，到了晚上必定要发生大恐怖。这个应该是一口煞棺，由于太靠近黄河了，所以导致湿气才会显得格外重，恐怕里面的东西已经成精了，不然也不会一下子死这么多人。我仔细打量着棺材，同时也打量着四周，不过很快我的心就沉了下来。挖棺材出来的坑还在，十分大，十分深，现在就连坑里面都直冒冷气。看出了什么？刘雯雯冷漠的声音响起，她倒是胆子很大，并不畏惧这些。你们公司也太不专业了，怎么能够在这种地方打地基？这可是一个水阴穴。刘雯雯被我这么一说，直接懵了。我哪里知道这些？还有什么叫水阴穴？这里是黄河的一个回湾，也是存水的地方，对面有山挡住了风，让湿气和阴气更重，水聚阴，这就自然形成了水阴穴。刘雯雯听后点了点头，看向我的目光都有一种刮目相看的感觉了，以至于她客气了几分。那大师你打算怎么解决？是把棺材直接烧掉，还是重新埋起来？我沉思片刻后摇了摇头，都不行。首先烧棺会把里面的煞气全都释放出来，那到时候恐怕就跟毒气释放一样，绝对会死一大片。更何况一般的火也烧不了这种棺材，3味真火倒是可以，不过去哪里借呢？至于重新埋起来那更加不行，这水阴穴的风水已经被破坏了，也就是说里面的东西已经被愤怒惊醒了，现在再埋起来和掩耳盗铃没什么区别。听完我的分析，刘雯雯顿时脸色焦急了起来。那怎么办呢？要重新镇棺才行。刘雯雯闻言一愣，怎么镇？我斜眼看了一眼刘雯雯，跟你说也不懂，今天的事情非同小可，你让其他工人赶紧先离开，不然稍有不慎恐怕会死更多人。刘雯雯当即反应过来，立马让附近的人赶紧回去。不多时整个工地就只剩下我和刘雯雯了。这时候刘洋洋也把东西给买了过来，我首先把3根香点燃，然后插在了棺材前。我想先看看这棺材里面的东西现在是个什么态度。3根香如果烧出来3根一样长，那就代表没事，说明里面的东西还好说话。但是如果烧成2短1长，那可就麻烦了，说明里面的东西现在很生气。可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这3根香刚点燃，就瞬间被凭空折断了，竟是如此的诡异。我心中大惊，这是完全不想和我沟通啊！看来里面的东西极其的凶。旁边的刘雯雯他们也是吓了一跳，有点害怕的问道：怎么办啊？别慌。我深吸了口气，拿起朱砂和毛笔开始画符。我打算先画镇尸符出来，师傅曾经教过我画符，只不过我一直没实践过。画符必须凝聚精神，一笔至终方可成符，不然就是鬼画符。笔尖滑动，当我抬毛笔后，符上的图文笔画淡淡的金光流转，一气呵成就说明符成了。我连续画了10张镇尸符，只失败了2张，然后我一手拿符，另外一手
手把黑狗血端在手中，慢慢的走了过去。可就在离棺材5步距离的时候停了下来，我已经不敢靠近了，因为棺材里传来咯吱咯吱的响声，显得十分瘆人。我本来是井水不犯河水，只因为几个不知情的后辈打扰到你了，我替他们给你道歉。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现在我有个好办法解决这件事，就是我重新给你找个风水宝地把你安葬，并让打扰你的人连续给你上香10年，你看怎么样？然而这棺材里并没有回应我，并且里面诡异的声响越来越大，甚至从棺材缝隙里还渗透出一种黏糊糊的液体，散发着恶臭。再者此刻可是烈日当空，我现在借天时地利重新把你镇压并不难，但你难免会受镇压之苦。你仔细想想，是愿意被供奉，还是想被我镇压？我语气强行起来，夹杂着我算命师的阳气，让声音更加洪亮和刚猛。不过说来也奇怪，这棺材里的动静居然还真的小了下来，莫非里面的东西感觉出来了我实力非凡？而一旁的刘文文，他见此紧张的大气都不敢出。我微微松了口气，这是个吃硬不吃软的东西。可我正准备继续沟通的时候，天地无极，乾坤符咒，驱邪灭妖，给我镇！一阵清冷的声音突然响起，我就看到了10张冒着金光的符箓从旁边射了过来，正好贴在了棺材四面。顿时10张符箓发光，形成了一张金网，把棺材笼罩了起来。我瞬间心中一惊，下一刻感到无比恼怒，因为出手的居然是刚才不敢出来的王程程。我气得忍不住破口大骂：王程程，你干什么？你在鬼叫什么？我都已经用符箓镇住他了。王程程接着得意说道：亏你还是李大师的徒弟，我看你压根就没有镇尸的经验，这种东西讲道理是没用的，要用手段，要用符箓。赶紧的，我们现在就把棺材重新埋了，然后赶紧回去，这地方我担心龙王会出现。我看着他自以为是的样子更为火大，你特么真是有病！王程程闻言有点不开心了，你骂我干什么呀？我不就是用符箓镇尸了吗？这有什么呀？我怒气冲冲的手指着不远处的棺材，还这有什么？你自己看。王程程下意识看过去，下一刻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。只见那棺材开始剧烈颤抖，缝隙里居然好像喷泉一样的涌出暗红色的鲜血，这些黑血犹如硫酸一般，瞬间就将贴在棺材上的符箓给浸湿了，让符箓上的灵光一下子就暗淡下来，并浓烟四起。接着整个棺材开始剧烈的摇晃，发出震耳欲聋一般的闷响。看到这一幕，王程程脸色大变，大胆，双手再次拿出一叠符箓出来，口中念念有词之后，直接抛洒了出去。这些符箓脱手的瞬间，再次形成一张金色的大网，将整个棺材都包裹起来。可是下一秒，竟砰的一声，棺材剧烈晃动，好像苏醒的猛兽一样，硬生生的把覆盖在身上的大网全部给硬生生撑爆了。由于施法中途突然受到影响，王程程直接脸色一红，忍不住的吐出一口鲜血出来之后，俏脸就已经苍白无比了。而那棺材盖慢慢被撑了起来，好像此刻棺材里面的人正在用手把棺材盖给撑开一样。看到这一幕，我心头一跳，王程程神情更是震惊，立马质问我：这东西居然这么凶，你刚才为什么不早说？我闻言瞬间怒火中烧，刚才我好端端的在和这东西谈判，你突然冒出来施法，我来得及说吗？话还没说完，突然听见轰的一声，然后就看见棺材盖瞬间被撑开了，飞出去了7、8米，才重重的摔在了地上。下一刻，棺材里竟冒出滚滚阴气，同时上空已经遍布乌云，引起天地变色，甚至空气之中都弥漫了恐怖的味道。见此情景，我不由得咽了咽口水。王程程刚才受了重伤，一看到这阵势，也是惊吓的不行了，急忙跑过来求救。怎么办？我们好像激怒他了，你搞清楚，是你激怒他，不是我。我当时恨不得给他一巴掌。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王程程慌得不行了，你能不能别在这个时候这么小肚鸡肠？现在又不是分责任的时候，就算是我激怒了他，难道你就没错吗？你还是赶紧先想办法呀！我死死盯着不远处的棺材，现在还是白天，这东西再凶也不敢在大白天的现身吧。我压制住心中的怒火，把手中的镇尸符分了一半给他，他吓得要把符箓给丢了。你干什么？你要我一个人去对付他？你还是不是男人啊？我当即呵斥一声，闭嘴！现在还是白天，他还不敢从棺材里出来。我们2个现在过去，用符箓贴在他的四肢、头、脖子还有心窝，用符镇住他。王程程一听疯狂摇头，我不敢去。我怒瞪了他一眼，是你闯的祸，你不敢去。王程程慌张之下哑口无言了。快点，你等我把黑狗血往里面一泼，你就把符贴在他的双腿上，手上有多少符就贴多少。王程程扭扭捏捏想拒绝，但是一看我阴沉的脸，最终只好苍白着脸勉强同意了。我当即深吸了口气，就快速的跑到了棺材这边，而王程程害怕的哆嗦了一下，也闭着眼睛跟着跑了过来。不过他浑身都在颤抖，显然刚才被这东西给惊得不轻了。我发现棺材里阴气浓稠，压根看不到里面的东西是什么样子。不过我的猜测是对的，这东西虽然刚才被激怒了，可是大白天的他还不敢出来，这正是机会。准备！我口吐了2个字，一手抬起黑狗血，另外一只手已经把镇尸符准备好了。下一刻，我一把将黑狗血连碗都泼进了棺材里，顿时黑烟狂涌，整个棺材也开始剧烈摇晃起来，并发出震耳欲聋的吃痛声音。我也因此差点被震晕了，但只好强忍着剧痛，咬牙大喝了一声：动手！看着棺材里浓郁的阴气，我已经顾不得这么多了，抓着符箓就往阴气里面伸进去贴。我手臂瞬间就冰冷了，这是被阴气给侵害了，好像伸进洞里被里面的蛇突然咬了一口一样。我浑身汗毛竖起，额头满是冷汗，这更加加快了我的速度。2秒钟不到的时间，就把手中的符箓全部给贴完了。正当我要继续接下来的动作的时候，棺材突然传出一声怒吼，阴气翻滚之下，一个浑身阴气的尸体突然从棺材里弹了起来。我顿时心中一惊，因为我看到了他的头、心窝上，包括手臂上都有符箓，可是唯独双脚上竟然没有符箓。我浑身一震，几乎不敢相信，王程程居然没动手。我刚才都已经说了我很害怕，你还非要强迫我过来。王程程泪雨梨花，浑身瑟瑟发抖，满脸恐惧，手中的符箓都已经被他攥得变形了，硬是没敢在刚才贴出去。王程程，你还没等我红着脸骂出来，这东西身上的所有符箓全部砰的一声燃烧成灰，然后一跃的从棺材上跳了下来，蹦蹦跳跳，抬起2只冒着黑指甲的利爪，直接朝我狠狠
狠插了过来。我心中一惊，手中符箓和黑狗血已经用光了，我只能调动体内的阳气，手指掐诀，直接打出了一个阳气诀出来。只听见砰的一声闷响，那尸精就一个踉跄的后退，可还是像打不死的小强一样，蹦蹦跳跳的又朝我插过来。见这个办法根本没有效果，我深吸了口气，咬破手指，用血在另外一个手指上画出血符，然后抬手就虚空拍了出来。只见那血符嗖的一下子射出，打在了尸精额头上，顿时尸精静止下来了，就连他的怒吼声也没了。你还愣着干什么呀？我们快跑啊！王程程眼看尸精不动了，就立马跑了过来。我冷笑一声，跑！这尸精已经锁定我们了，怎么跑？王程程一听，顿时吓得脸都白了。那怎么办啊？我还不想死啊！而不远处的刘文文也吓懵了，呆呆地站在那里。我盯着他，心中想到了什么？如果我在现在收回一滴我的龙血，那么这个尸精肯定不会是我的对手，此刻的危机也能解除。我目光看向刘文文，那你想不想死？他也拼命摇头，眼睛都有可怜兮兮的害怕眼泪了。你不想死，又想要把事情解决，那你就得付出一定的代价。刘文文一听急忙道，我不想死，事情也要解决，这个工程不能出问题。他性格就是为了达到目的，可以不择一切手段。我点了点头，再次朝着刘文文看去。他见我看来愣住了，然后下意识低头看了看自己的火辣身材，神色闪过一丝挣扎，最终他咬着嘴唇，脸色平静点头，成年人的所谓代价，我明白，我知道怎么做，去车上等我。我吩咐道。刘文文复杂的看了王程程一眼，然后转身往车那边跑去。王程程，你给我盯着尸精。我同样吩咐了一声，就立马跑到了车门前，一把就拉开了车门。只见里面的刘文文双手已经开始解他的衬衣纽扣，他脸色平静的就像只是在接待生意一样而已。我做生意这么多年，什么场面都见过，只要你能解决问题，其他的过程都不重要。来吧。刘文文双手将头发给盘起来，然后主动伸手把我拉进了车里，红唇就朝我嘴唇覆盖而来。望着刘文文的性感红唇，我不得不承认，任何男人看到刘文文这样的性感尤物，都会引起男人的强烈的征服欲望，可我却觉得无比的恶心，于是一把推开了他。刘总，请立刻停止你的不轨行为，你拿我当什么人？刘文文瞬间就愣住了，满脸不可思议道，林大师，不是你让我这样的吗？我冷笑一声，我有说过让你陪我睡觉吗？呵呵，刘总你也太高看你自己了，你是不是以为全天下的男人都好你这口，都应该跪倒在你的石榴裙下？刘文文的脸瞬间就红得跟猴屁股一样了，低着头小声嘀咕道，成年人的代价不就是这些吗？看着他此刻垂头丧气的模样，我心里面别提有多爽了。那你想让我干什么？刘文文憋出这么一句话出来。我从车里找出一把水果刀出来，我要割破你的手指。话落一把拉过刘文文的手，手起刀落就划破了他的一根手指，顿时一股鲜血流出，居然还隐隐带着金粉的感觉，仿佛掺杂了黄金一般。要知道这些金粉就是我的龙血啊，只可惜当初给他的一滴，用这种方法取，只能取不到1%。我立马用他的鲜血画出另外一道血符出来，这血符一出，我就能明显的感觉到了惊人的力量。同时另外一只手接了一点他的鲜血，然后立马打开车门直接跑了出来。这时突然听见王程程尖叫一声，尸精动了。我转头看去，只见那被我定住的尸精浑身在颤抖，好像冰封之后要被解封一般。我顿时眼角一跳，急忙一个箭步的就冲了上去，将手中的血符直接拍在了尸精心窝上。下一秒他就发出一声惨叫，被打出去了7、8米。这尸精似乎也是被我彻底激怒了，居然再次蹦蹦跳跳的往我扑来，而且这次他的动作比刚才抓我的时候更凶。我顿时抬手朝虚空拍出，手中血符再次脱手而出，金光乍现，犹如弹射出去的箭矢，一下子就把尸精给洞穿了。随即砰的一声，金光就从尸精后背穿透，他当场惨叫一声，呆立在原地，一股股阴气从身体内部散发出来，随后露出了一个浑身腐胀的恶心尸身出来，十分的让人看之欲呕。刚才我贴在他身上的镇尸符虽说被烧毁了，可是依旧留下了发黑的烙印。我当即走了过去，手指沾着刘文文的鲜血，直接在尸精身上画起了血符。一张人这么大的血符出现，让尸精浑身颤抖，充满了恐惧。我手掌一拍，你给我滚回去！话音刚落，尸精惨叫一声，整个人直接被打飞了，扑通一声正好摔进了棺材里。我用力把棺材盖抱起来，稳稳的把棺材重新盖上，再次在棺材也画了一道符。做好这一切后，我用脚一踹，棺材滑出去10多米，刚好落进了挖他出来的深坑里。我这才重重的松了口气。一旁的王程程和刘文文见我居然这么3下5除2的就把尸精给解决了，二女顿时惊的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，一时间傻站在原地。我转头对刘文文他们说道，叫人把坑重新埋上，记住表面还要用糊了黑狗血的水泥给封住。刘文文这时候才回过神来，急忙点头，好的，林大师，今天真的多谢你。他脸色表情很自然，看来刚才他车里脱衣服主动的事情他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。我看了他一眼，他这才心领神会的从包里面拿出一张卡出来递给我，林大师，这里面是10万，请你收下吧。我直接接过卡装进口袋中，这是我的报酬，我自然会要，毕竟我还要养我和我师父这个小家。之后我不再理会他，而是盯着不远处的滔滔黄河水，心想龙王居然没出现，难道是我戴着人皮面具的原因吗？什么？你说龙18真死了？我这时候突然听到了刘文文震惊的声音，我撇头看了过去，只见王程程正和他窃窃私语。对的，龙18他家都被烧得一干二净了，肯定死的不能再死了。他这样的人活着也是浪费粮食，死了都是浪费土地资源。王程程狠毒地说道，好像在说一件十分微不足道的小事。刘文文听后脸色苍白，那我们会不会有事啊？龙18不是说他一死我们也会有事的吗？王程程一听顿时也有点害怕，不知道啊，龙18真是害人不浅，都死了竟还想害死我们，还想拉我们下去给他垫背。他妄想。刘文文一听急忙重新走到了我面前，林大师，我1个月给你30万，你来保护我怎么样？面具下的我盯着他不说话。50万，我给你50万，你看怎么样？80万，100万。刘文文有点焦急了，钱还是留着你自己买棺材用吧，你肝火旺盛，恐怕要死到临头了。这并不是我危言耸听，上次我就从他面相上看到的，他中了慢性毒，恐
恐怕要毒发了。林大师，你说什么？刘文文闻言当即脸色一白。前几天有个人也对我说过同样的话，他也说过我肝火旺盛。我知道他肯定是瞎说的，我不信他。可是你现在也这么说了，是不是我真的肝火旺盛？他捂着胸口，似乎也感觉到了疼痛。我冷笑一声，对，所以拿着你的钱赶紧买棺材去吧。说完我就打算自己坐车回去。刘文文吓得不行了，急忙追了过来。林大师，你还是算命师吗？你别走啊！你要我怎么样才肯救我？你说，只要我刘文文做得到的，绝对不推辞。我瞥了他一眼，跪下来叫我一声爸，也许我会考虑救你。刘文文闻言直接呆住了。这时候终于回过神来的王程程跑了过来，你真厉害呀！今天多亏有你，不然我们几个都得死。但是我只是瞥他一眼后，抬手就是一巴掌甩在他脸上了。王程程顿时捂着红肿的脸颊傻眼了，你特么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！我盯着王程程怒吼道，这一巴掌我今天不打，我怕我明天会拿刀砍死他。要知道刚才他可是差点害死我呀！王程程知道自己理亏，所以满脸羞红，捂着脸颊低着头，压根屁都不敢放一个。而我心中莫名的很爽，骂你废物你都不敢反驳，你王程程才是废物！我走到了马路边，拦了一辆的士车，可刚准备上车的时候，我背后就突然一股寒意袭来。我骤然转身一看，却什么也没有发现。我顿时背后一阵发毛，于是赶紧坐车逃回了店里。我一进屋，师傅早已做好了晚饭在等我归来。见此情景，我心里觉得暖暖的，家里有人等，瞬间就让我有了家的感觉。师傅这样的女人做老婆可真好，只是我不能碰她。我把今天赚到的卡拿出来给师傅，他温和的笑了笑，我夫君真厉害，出去就能赚到钱。这种安慰瞬间让我心中冒出十分的满足感和成就感。不过钱你拿着，我家是老婆管钱。我师傅眼眸微眯的把卡塞给我，你可以再叫我老婆，不过我怕你会长不高，因为我可能会打断你的腿。我闻言吓得一哆嗦，只能他叫我夫君，不能我叫他老婆。下一刻师傅脸上又温柔的笑了起来，给我加了很多菜，过来吃饭了。我当即麻利的吃了起来，他看我碗里的菜不够，就立马给我满上，直到我把所有菜都吃完为止。饭后师傅给我铺好床，又给我盖好被子，他看着我闭眼，他这才打算重新变回了玉佩模样。而我睁开眼睛，师傅，你下面给我吃吧。师傅顿时面露冷色，一股寒意朝我袭来，让我不禁的打了一个寒战。他冷冷的看了我一眼，就重新变回了玉佩。我当即一懵，心想我自己是说错什么话了吗？可我只是不想师傅以后麻烦，才说以后吃面条就好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刚吃完早饭，就看到一辆车停在了店门口，刘文文果然就上门来了。他犹豫的下了车，正纠结的看着我，我心中冷笑，很想立马让他滚蛋。不过他今天的面相已经很差了，可能今天就会出事，我还不能让他体内的龙血变成没用的死血，这次我得想办法弄回龙血才行。师傅，那我出去一趟。师傅点了点头，知道了，我晚上做饭等你回来。对了，夫君要记住，解决事情是关键，杀不杀并不重要，算命师要有自己的底线。这话很平静，却蕴含了一种无形的力量。我若有所思的点点头后走出店门。林大师请。刘文文十分客气的走过来说道，你叫我什么？我冷冷撇头看着他。刘文文咬着嘴唇，几乎要把嘴唇给咬破了，他脸色很苍白，应该是昨天饱受了毒的折磨，估计他已经去过医院了，但是查不出问题，所以害怕之下还是硬着头皮过来找我了。他就算再有钱也还是怕死。爸爸。刘文文脸红到了脖子根，声音如同蚊鸣，他脸色十分不好看，很纠结也很害怕。他低着头，不过我还是可以看出他是被逼的。我声音冰冷开口道，你现在是在站着和我说话吗？刘文文眼睛都红了，看来关乎性命，他也只能放下他高贵的自尊心。扑通一声，刘文文跪了下来，声音带着哽咽大声喊道，爸爸。我低头看了一眼跪在我面前的刘文文，心里别提有多爽了。我绝不会轻易的放过他，尤其是他8岁时曾将小便尿在我脸上的耻辱，我也要还回去尿他一脸。过了10多分钟，刘文文这才开口说道，林大师，我到底是什么问题？我是不是中毒了？我冷冷的嗯了一声。刘文文一听顿时有点慌张，他下意识手捂着胸口了，那我应该怎么办？我这才仔细看他，上次发现他肝火旺盛是长期中毒之象，可我今天近距离却发现他的双眉往上，也就是额头的位置暗沉不已，这是德性方面出现了严重的问题。这道暗沉连接他的命宫，说明他中毒的事情多半是他自己咎由自取。暗自分析到这里，我冷冷开口道，把你最近3个月做的坏事都说出来。坏事？我没做什么坏事啊。林大师，你是不是问错了？刘文文不太理解。我冷笑一声，你福德宫的位置这么暗，说明你的德性出现了严重的问题。另外你鼻头发暗，有命宫大有冲煞之象，3个月前你应该开车撞死了一个女人，对不对？刘文文脸色微变，平静解释道，我是开车撞了一个女的，可是她当时并没有死，我不认为这是什么坏事。我一听顿时冷冷训斥道，没死？没死你怎么会中了人家的鬼毒？鬼毒？刘文文当即脸色骤变，林大师，你是说那个女的给我下毒？不错，你开车撞死她，她不应该化成厉鬼找你报仇吗？我心中恼火，果然刘文文这么自私的人，一条人命在她眼中居然这么不值一提。林大师，你没搞错吧？她当时并没有死，我亲眼看到她被抬上救护车的，更何况我还赔给了她一大笔钱，她应该知足了，凭什么还找我报仇？她也太恩将仇报了。刘文文摇了摇头，脸上居然露出了受害者才有的愤怒。看到身为肇事者的刘文文，居然还露出受害者的委屈表情出来，我恨不得立马就给刘文文一巴掌。这样极度自私的人，难怪会背信弃义，撕毁婚约的拒绝和我结婚了，因为他骨子里已经烙印了看不起人的基因，把人撞死了，赔钱就以为了不起了。林大师，你赶紧帮我把这个恶鬼给我灭了，他也太可恶了，他也不想想，没有我给他一笔钱，他住得起医院吗？现在他死了也不安生，居然还给我下毒，他的心也太恶毒了。刘文文一脸恶狠狠地说道。我冷冷地盯着他，你不撞死他的话，他怎么会找你报仇？刘文文摇摇头，一点内疚也没有。林大师，交通事故是避免不了的，我不撞他，也许就有其他人撞他呀。
他自己是短命鬼，也不能怪我呀，只能说他命不好，而我才算是倒霉呢。我一听顿时怒了，这话太刺耳了。刘文文，你还是人吗？我完全想不到这句话居然会从一个正常人的口中说出，我恨不得立马转身就走。刘文文愣了一下，立马委屈道：林大师，我当然是人了，你别忘了他人是死了，可是我的车也同样成了事故车呀，我那车100多万呢，还是新车，不管怎么算，吃亏的都是我。他现在竟然在可惜他的车，我握紧了拳头，恨不得现在一脚踹死他。不过这鬼也奇怪，为什么不直接要了刘文文的命，非要花几个月的时间用鬼毒报复刘文文？这是想慢慢折磨刘文文吗？我再次盯着刘文文的面相看了起来。这时刘文文接着说道：我还给他赔钱了，并没有走保险。我一听顿时怒目圆瞪，你张口闭口赔钱了？我问你，一条命只值80万吗？而刘文文却觉得理所当然，难道80万还不够吗？那我现在开车撞死你，也给你赔80万，你够不够？我怒极反笑道。刘文文当即眉头一皱，林大师，亏你还是水宫娘娘的徒弟，难道你不知道人也分3、6、9等吗？他人穷，所以我赔他80万足够了，而我有的是钱，撞死我，别说80万了，就是赔8000万、8亿都不够，我要被他气死了。刘文文接着说道：再说了，人鬼殊途，他死了就应该下地狱，凭什么还在阳间为非作歹？林大师，你就应该为民除害，灭了他！我怒火中烧。刘文文的腿再长，也不如他的心狠。我呵斥一声：你在教你爸我做事吗？刘文文顿时满脸羞红，耳根子都红成了葡萄。只是我想起了来的时候师傅对我说的话，道术师要有自己的底线。我压制住立马离开的想法，冷冷地看了刘文文一眼：你不是要我灭鬼吗？那先把这鬼找出来。好，可是怎么找？我知道他家在哪里，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去他家堵他？那我现在打电话叫几车人过去。刘文文脸色恢复正常，急忙问道。看来他巴不得这鬼立马就魂飞魄散，连人家受害者家的位置都知道了。刘文文想干什么？我再一次看清楚了刘文文心有多歹毒。先不用，我摇了摇头，我们先守株待兔就行了。这鬼是过来给刘文文下毒的，所以鬼肯定还会出现的。毕竟刘文文此刻命宫暗沉加重了，说明下鬼毒的人今晚还会过来。刘文文吐了口气，那等会恶鬼来了，林大师你得让他魂飞魄散才行，我得让他知道我不是好惹的。我瞪了他一眼，刘文文急忙低下了头。我走到了窗户边，眯着眼睛看了看，随即我从背包里拿出一点香灰出来，直接洒在了窗沿上。很快诡异的一幕就出现了，这香灰上多出了一只并不大的手掌，甚至是婴儿大的手掌。我瞪大眼睛，心中瞬间更加愤怒，也无法接受，因为这不是我想的那样，绝对不是。刘文文竟然撒谎了。我走到了窗户边，眯着眼睛看了看，随后又从背包里拿出一个香炉，把里面的香灰直接洒在了窗沿上。很快就出现了诡异的一幕，只见那香灰上出现了一个婴儿的手掌。我顿时瞪大眼睛，心中也冒出无尽的怒火，因为这不是我想的那么的简单。刘文文对我有所隐瞒了。就在这时，门口突然一道阴冷的目光朝我看来，我转过头看去，却发现什么也没有。下一刻耳边就听见刘文文的一声惊呼：林大师，我脖子突然好不舒服，很疼，你能帮我看看吗？我朝刘文文看去，立马心中一惊，因为不知道在什么时候，刘文文的脖子上赫然趴着一个诡异的婴儿。这婴儿脸全身已经严重变形，好像是被车撞了一样，看上去十分可怜悲凉。他小小的脸庞上还有愤怒的表情，同时双手紧紧地掐着刘文文的脖子。很快他脖子就诡异出现了2个瘆人的黑手印。见状我浑身一震，心中突然难受起来，果然是我刚才想的那样。林大师你怎么不说话呀？我真的有点喘不过气来了。林大师你快帮我看看。刘文文一边朝我走了过来，一边用手不断揉着自己的脖子，似乎有点呼吸困难的样子，而他脖子上的黑手印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越发变深。这时鬼婴突然更加用力的在掐，指甲无形的渗透进肉里，一丝丝鬼气涌进去，这就是鬼毒。现在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刘文文几个月都还没死的原因了，是因为这鬼婴的鬼毒尚且不深，所以一下子无法致死刘文文。我顿时朝刘文文大声吼道：刘文文，你就是一个畜生！刘文文正难受着，不明所以的回道：林大师，你怎么这么说我？我又怎么了？我好难受，好像有人掐住我的脖子了。我看着他那副可怜兮兮的样子，顿时火冒三丈，活该！你知不知道你开车撞死的是2个人，活生生的2个人啊！这鬼婴还没长大，分明就是一尸2命，这种极度损阴德的事情，可刘文文居然还心安理得。没错，我就是知道她是孕妇，所以我才赔给她80万。刘文文反倒是平静起来，然后接着说道：她明知道自己怀孕了，就应该老老实实待在家里，为什么还要上街害人？这是她自己害了自己。刘文文你……我闻言怒吼一声。我知道刘文文骨子里看不起穷人，可是我没想到的是她的心居然这么歹毒。而刘文文似乎想到了什么，摸着自己的脖子，下一刻突然一脸惊恐：难道我脖子上有鬼啊？滚，快滚啊！紧接着他开始像无头苍蝇一般胡乱地撕扯起自己的衣服，甚至连他肩膀上细细的睡衣吊带都被他胡乱地拉了下来，睡衣下滑，不过还好被他傲人的身材给拦住了。只是这鬼婴是鬼，刘文文一个凡人怎么可能抓得住？林大师，你快救我，我好难受！刘文文转头对我祈求道，而我却死死盯着他，并没有动。看到他痛苦的样子，我此刻的想法就是他这是咎由自取。刘文文手忙脚乱了一下，指甲竟无意间划破了他自己的脖子，几滴鲜血流出，而抱着他的鬼婴顿时惨叫了一声，触碰到鲜血的地方甚至直接冒出了黑烟。鬼婴吃痛，不得不松手。看到这一幕，我心中微惊，莫非刘文文是奉命的原因，所以鲜血也有破邪的作用？刘文文同时也意识到了这点，双眼变得冷漠，紧接着他手往脖子上一抹，手掌顿时沾染了鲜血，然后他开始胡乱的乱抓。让你害我，去死！你去死啊！你这么坏，我撞死你是应该的，你去死！只是他怎么都抓空，他又开始害怕，慌忙的朝我跑了过来。林大师，救我啊！下一秒我就看到了这鬼婴双目血红，一下子就跳到了刘文文头上，他2个手抱着刘文文的脸颊，满脸的怨毒，他要鬼上身。我见状急忙道，别做傻事，你一旦上人身，你身上沾染了人气，到时候你投胎转世都成问题。我死得好惨，是他撞死我的。
我要他给我偿命！这鬼说完便就地一蹲，头就硬生生的塞进了刘雯雯身体里。下一秒，刘雯雯突然浑身一哆嗦，就见眼眶中全部都是恐怖的眼白，她惊恐的表情瞬间荡然无存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抹诡异的木然。我要撞车车，我要撞车车！这声音居然奶声奶气的，却充满了报复和怨恨。说完，刘雯雯就果断的从窗户跳了下去。我急忙跑到了窗户口往下看，然后没有任何犹豫的也跟着跳下了楼。我并不是要救刘雯雯，而是要救这个鬼婴，因为一旦他真的害死了刘雯雯，那么他就再也没有投胎转世的机会了。被鬼婴附身的刘雯雯跑到了街上，还好现在是晚上，而这里又是郊区，所以马路上并没有什么车。我要撞车车，车车在哪里？车车呢？刘雯雯发疯一样的在马路上拦截过往的车辆，只要有车，他就跑过去，吓得不少司机魂都要被吓飞了。一时间刹车声、咒骂声、鸣笛声不绝于耳，甚至有些急打方向盘的，差点就造成了连环大型车祸。看着眼前的这一幕，我也是心惊胆战，于是急忙跑了过去。毕竟车来车往，不是每个司机都能够反应过来避开的。这么下去，刘雯雯迟早要被车撞成肉酱，到了那个时候就真的是一发不可收拾了。我当即一个箭步冲了过去，强行把刘雯雯拽到了一边。你别多管闲事，我还没出生，他就害死我，我现在就要弄死他，一命偿一命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刘雯雯恐怖的眼睛盯着我，声音依旧是奶声奶气，可是充满了怨恨。你虽说报仇，可是你也同样失去了投胎的机会，何必呢？你妈肯定在等你，你去找你妈吧。我摇头说道，换作是你，你会放过她吗？刘雯雯狠狠质问我，这一字一句的话就好像灵魂拷问一般，让我浑身一震。我那紧抓着刘雯雯的双手，在这一刻也是不知不觉下意识的松开了。是啊，人都死了，还在乎这些？如果谁要是把我给害死了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他。别说没有投胎机会了，就是拼得魂飞魄散，我也要报仇。而刘雯雯恢复自由后，重新跑到了马路中间，再次朝车扑过去。这一幕依旧是让人背后反毛。就在这时，一声恐怖的汽车长鸣突然震耳欲聋的响起，只见一辆满载的货车开了过来，司机拼命的踩刹车，刘雯雯木然的脸庞上却露出诡异的笑容，站在那里不闪不避。而货车实在是太重了，拖出长长的刹车痕迹，导致司机压根刹不住。就这样，货车车头就对着刘雯雯狠狠撞了过去。下一刻就传来砰的一声闷响，顿时整个世界都仿佛安静了。如此大的动静，刘雯雯必定已经被当场撞死了。看到这一幕，我愣了几秒，随即沉默下来，缓缓地往车头那边走去。随后就听见咔嚓一声，司机从驾驶座上一个踉跄地跳了下来，差点摔地上。只是他的脸色并不是撞死人的震惊与懊悔，而是恐惧。鬼啊！司机脸色苍白，转身撒腿就跑，一下子撞进我怀里。于是我急忙扶住了他。怎么了？有鬼啊！司机惊恐地推开我，然后连车都不要地跑远了。顿时一丝冷意直冲我的后脑勺。莫非司机看到刘雯雯脖子上的鬼婴了？我咽了咽口水。当我走到了车头的时候，发现车头完好，并没有碰撞的痕迹。我顿时心中一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便慌忙扫视一圈，发现刘雯雯竟完好无损，而鬼婴还骑在刘雯雯脖子上。刘雯雯竟然没死，我瞬间浮现出一丝失望。只是我立马警惕起来，因为此刻的刘雯雯居然在和什么人在争执什么，还凭空在拉拉扯扯。这诡异的一幕让我都觉得毛骨悚然。要知道刘雯雯身边可是空无一人啊，那刘雯雯在和谁在争吵，和谁在拉扯？妈妈，你为什么拦住我？我要杀了他，我要他偿命！刘雯雯身体剧烈挣扎着，满脸不甘心。听到妈妈两个字，我当即浑身一震，赶紧下意识眯着眼睛，仔细的往刘雯雯身边一看，就见有一只手在拉着刘雯雯，而这手的主人赫然是一个白色人影，她双脚是悬空的，侧着脸庞，五官精致立体，是个难得一见的美人。只可惜她的另外一边脸颊已经碎了，这是被车撞碎的，十分恐怖。鬼婴控制刘雯雯在剧烈挣扎，可这个女人另外一边完整的脸，她尽可能的露出了溺爱和温柔。妈妈，你快松手，她害得我没出生就死了，也害得妈妈你这么年轻就死了，她该死！我要她也体验我的痛苦，我要她的脑浆也碎一地！鬼婴满是怨恨的大叫，可这女人依旧溺爱的拉着刘雯雯，任凭鬼婴打骂她，她既不还手，也不还口，还带着微笑。我瞬间明白她的意思了，她开始转头看着我，声音轻柔：大师，你有什么办法可以平息我儿子的怨气？我闻言愣住了，甚至很震惊，我完全没想到她居然主动问我这样的问题。我回过神来，依旧难以置信的问道：你不恨刘雯雯吗？怎么会不恨？我恨不得她死，可杀了她又有什么用？鬼一旦身背人命，那我投胎不了，我儿子也投胎不了。他已经在我生前害我一次了，我不能让他再害我2次，更加不能让他害我儿子投不了胎。这个温柔妈妈的话透露着善良和无奈，让我呆立当场。我看着被鬼婴控制的刘雯雯，心中愤恨，她居然撞死了一个这么温柔的妈妈。我握紧了拳头，太不公平了！刘雯雯作为肇事者活得好好的，可无辜的母子却死了，死后竟然还不忍心报仇。我不要投胎，我要她死！妈妈，你放手！鬼婴一听更加怨恨，开始疯狂的挣扎。宝贝，是妈妈对不起你，我怀孕了，就不应该在那天出来。说着，这个温柔的妈妈开始哽咽，流出了可怜的眼泪。妈妈，你别哭，不关你的事，是他，都是他呀！鬼婴摇头，稚嫩的脸庞也开始流泪，可是他的眼泪是黑色的，因为他恨。看着这对无辜的母子相继流泪，我鼻子也开始发酸了。没有刘雯雯，他们绝对是一对幸福的母子。只是他要我帮忙平息他儿子的怨气，那就只有杀了刘雯雯，这才能够平息。可是我刚才仔细看了一下，刘雯雯的面相死气竟然已经不知不觉地消退了一点，这说明今天的这一劫居然过了。万般皆由命，半点不由人。这一刻我也只有无力。这时鬼婴怨气变得更大，双眼已经通红了。女人见状急忙搂住了自己的儿子，没有了鬼婴的控制，刘雯雯这时像断气一般的倒在了地上。可鬼婴怨气滔天，这让作为妈妈的她都有点拉不住了。她急忙对我说：大师，你快想想办法，我要我儿子能够
够投胎转世，你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，只要我儿子没事，给我1个月的时间，我给你儿子一个交代。我缓缓说道。刘文文之所以死期没了，我想多半是他体内还有我1滴龙血的原因。那我只要把龙血拿回来，那他的好运就会彻底终结，到时候他必死无疑。好，女人急忙对鬼婴说：“宝贝，你听到了吗？大师说他1个月就能给你。”可鬼婴却是疯狂尖叫：“我不要，我今天就要他死！”一时间怨气凝聚，鬼气滔天。我看了倒在地上的刘文文一眼，走过去用力的把他拽了起来。刘文文迷迷糊糊的醒了过来。林大师，但我并没有理会他，而是直接用手死死的按压他的头。他一脸懵逼，当即双腿一软，扑通一声的跪了下来。我冷冷开口道：“给他磕头认错道歉。”